非我们三人合力，也必葬身于此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做一个杀手，暗河的子弟们也不想了。说的不错，但我觉得18剑出，不应再留活口。我与昌河虽是无名者，但我们有同伴和你们一样，姓着一样的苏，一样的谢，一样的穆。暗河向来是一个不讲感情的组织，但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拥有在阳光下自由行走的日子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。影宗统帅暗河三家，同时在天启城也供奉我们三家。别的我不敢向你们保证，但这一点一定可以。从今以后，不再有影宗。你们从这里退去，不会有任何人找你们麻烦。哼！有些事物终究是要改变的。我们终将踏到暗河的彼岸，彼岸之处，不应只是长夜，还应有光明。好，老夫很欣赏你。府上，够了。义卜并不是值得追随的首领，这一点我们三人早就知道。而且天启城中，如今是琅琊王所率领的天启四守护占据主导之位，影宗早就已经失势了。与其跟着他死，不如另谋出路。那么苏公子，我们就此告辞，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愿望，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暗河已经是新的暗河，只是世人心中的暗河还未曾改变。宇哥这是得手了，少声音。此处应该没有别的变故了，你先去客栈跟他们会合。那你呢？此件事了，我该去处理我的私事了，就不回去了。好，穆大美人，你注意安全。告辞。何必如此？方才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便不会这么狼狈了。方才若你动手，那便真是至死不休了。很久没有见你出第18剑了，按理说你这18剑阵全出，可就只死无生了。你竟然还放过那些老头子一命！要我说杀了就杀了，反正一切都要推倒重来。有些东西可以推倒重新来过，有些东西不可以。比如这万卷楼，便要彻底毁去。昌河，留给你的对手快到了。对于他，我可以不论生死了吗？一切由你。特卫，哎，等等，宋宇，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才是大家长，我就是个打杂的呢？都是我自找苦吃啊！让开！认真说来，
我们已经间接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，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相见吧。影宗宗主，易卜先生，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昌河。正是。暗河打杂人苏昌河，奉苏家家主苏沐雨之命，在此留下你的姓名。即便知道对方所有的情报又如何？他还是天下第一，你们还是对付不了他。你方才放下的那一个卷轴，值100两黄金。你还没走？爷爷让我留下来，他说你或许需要我的帮助。我不要你的帮助。你想看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你寻到。白小堂。剑心中，暗河。是的，暗河的情报全在这里。我猜，这便是你要寻找的东西。但我也不确定你要找的这里是否都有，毕竟影宗不是万能的，不然天下白小就不会是白小堂了。这些都需要密石才能打开，而密石藏在我阿爷家中。我有。看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拿到这2把钥匙便能得到答案。后来发现，以影宗的态度，必然不会让我们进入其中，反而还会暴露目的，而被他们以此要挟。于是我和昌河便提前制定了这个计划。看来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怎么？落了些东西，在这儿等我。
苏沐雨受了重伤。三爷，找机会在苏沐雨背后射出一箭，改变今晚这场战斗的结局。你去寻了什么东西？这就不便与你说了。把这栋楼都烧了吧。烧了，整栋楼。对。方才露出的破绽，是故意的。你居然敢在大白天来舅舅府上求降，说明你已经说服了三家之人。是的，爷爷他们已经答应跟殿下合作了。很好。识时务者才为俊杰。义卜若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。而你做了对的选择。从少时起，我便奇怪，为何影卫们可以来去自如，而我们三家却只能守在万卷楼周遭，做他义卜，做他影宗的后院守卫。直到我看见了苏沐雨，我才明白我这些年的不服不愿，到底是为了什么。苏沐雨他不甘心做影宗的影子，难道我便甘愿吗？爷爷他们老了，而我却年轻，而年轻者便是敢于闯出旧天地。大皇子殿下，我愿做一支利剑，等待您松手离弦之日，助我之声名响彻天下。到那时候，再瞧瞧，是江湖木鱼里的剑厉害，还是朝野风云中的剑厉害？好，很好。对了，那一晚，他们二人已经带走了属于自己格子里的那份信纸了吧？带走了。很好。暗合易主之后，义卜就命人将里面的东西都取走了。大皇子给他们的是假消息吗？不，自然是真的，甚至可能比原来的那一份还要更加详细。因为消息是我很多年前从白小堂手中买过来的，那时的白小堂还并没有被琅琊王的势力所染指。殿下为何要帮他们？因为很快，他们就要帮我了。云墨姑娘，替我关注一下天启玄武使的动向。我跟他有过约定，不过昨日我去内卫司，他们的人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如果有他的消息，他回天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哦，是。大家长，炎龙剑，炎龙剑怎么会在这儿？暗河历任大家长手里都掌握着2把炎龙剑，2把剑由同一块云铁铸成，唯一的不同是我手里这把剑还藏着暗河的秘密。交给你的那把剑，若是苏晋辉当真能握住，那就等他平定了暗河的动乱，届时我会将这把剑也交给他。
如果他握不住，那么那把年龙剑必将会彻底燃起三家家主的野心，而这些人终将会被他们自己的野心所吞噬。只有当他们退了，那些更有希望的年轻人才有上位的机会，才有摆脱控制的可能。他这么厉害，一定知道这把指尖刃不见了，也知道是我拿的，但是没有管我要，那就是默许了。那这算不算定情信物？你醒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出去这么久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好了，就自己下楼吃饭。谁说我好了？我还需要人照顾呢。我这身子还没完全恢复，要不你喂我吧。今日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好好吃饭，别说话。我知道了，你要走了。我迟早是要走的，更何况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。你来了，老爷子知道我要来。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么不是个东西了吗？你似乎很不喜欢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是怕被人看穿吗？
以前的你一直被我压着，不敢冒头。如今我的锐气已去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？老爷子既然这么喜欢算计人心，那不如算一算，我进来是打算做什么？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。苏长河，你只是无名者，无名者苏沐雨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，你也一样没有继承苏家家主的资格。唉，被小瞧了呀！区区苏家家主之位，我苏昌河看不上。我要做的，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，是暗河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好，长河，你的寸之剑的确厉害，但想胜过我并不容易。我的剑虽然断了，但我依然是苏景辉。五爪之虎，无尽之龙，不在话下。好身手！当年若不是我苏家，你们俩早死了。鬼窟渊是沐雨背着我爬出来的，大家长那一剑是他自己接的。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，而你是旧时代的义务。你受了内伤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苏长离，暗河的天要变了。邱叔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？你执行过那么多次天自己的任务，每一次出手都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想必你等这一刻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这一次的结果也定和往常一样。邱叔还真是了解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集结起了这个组织，它的名字叫做彼岸。彼岸？你想改变暗河？没错，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有黑暗，而是光明。听起来很振奋人心，不是吗？邱叔是本家族人，从出生开始便当做一个刺客来培养。当真会有人愿意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出生吗？为什么世人能沐浴阳光，而我们3家的族人却只能居于黑暗？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些吗？我自幼被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然想过这些问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我的双手早已沾满了鲜血，又有何脸面去谈改变这些？是啊，
所以我虽然觉得你是我的同道中人，却没有将这戒指送给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虽有觉悟，但你早就已经丧失了勇气。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就像那小说话本里说的，我们正当年。我们离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还不算远，我们还记得未曾远去的少年之心、少年之志。既然我们胸腔当中还有少年之心在跳动，那便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你杀了老爷子吗？却说，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是在这个污秽不堪的暗河之中少有值得被尊敬的。新的暗河不再需要苏静，他没有死，你带着他离开吧，好好活着吧。或许有一日，你再在江湖上听到暗河的名字，会有一些惊喜。好，我等着。再见了，秋叔。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是去穆家那里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绵龙剑被穆慈灵带走，现在在穆家手里，我们去朱巢又有何用？如今谢家已经去围堵穆家驻地了，我们何不趁他们两败俱伤之时抢夺绵龙剑？必安成立那天起，我们便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当这个时候徇私，去保护你兄弟的命。你说什么？大战在即，不要起冲突。你若杀了我，又何谈新的暗河？你难道现在还想将大家长的位置留给他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依据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无论如何都会把那把剑追到手。他既然选择没有去追穆慈灵，而是回了朱巢，那就说明那把剑一定有问题。也就像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跟穆家拼个你死我活。你如果也这么蠢的话，那你就去陪葬吧。既然如此，说清楚就好了，何必这样？大哥，另外，有句话你确实说对了。苏沐雨这条命我还真就保下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死了。你们在驻巢门口等我。是。
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诸位请起。我答应你们，等此件事了，一定带你们回家，荣耀且自由的回家。家主，家主，繁花师兄在夺取绵龙剑的过程中被苏家所杀，这些日子负责经营他的荆轲师兄也遭人暗算，尸骨无存。繁花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饮酒，只能饮茶。你还说饮茶能让你延年益寿，我也曾跟你说过，我们做刺客的刀口舔血，能尽兴一日，便是一日。家主节哀。血渠道的徒弟呢？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，随后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谢不谢他叛逃了？弟子不敢。暗河就没有下落不明一说。他既然不辞而别，那就是叛逃。派2个人去寻他，另外传信给谢奇刀，让他来救萧城。奇刀说，我之前有寻过他，但是被他给赶了出来。哼，万事皆要付出代价。既然他想护着他的徒弟，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暗河本就不是什么江湖门派，由不得他闭关练刀。那现在，谁让你起来的？跪着，连跪3日！家主。谁杀的？苏家，苏哲。若是他的金环，确实会有这样的伤害。苏家竟然派出了这个怪物，他们都是站在大家长一边的。应当不是。原本他出现，也是为了杀死药王谷的神医。
可不知为何，他突然动手杀了我们的人。我拼死一搏，才夺回少主的尸体。都起来吧！暗河中人朝生暮死本就是常态，即便死的是我的儿子，大家也不需要悲伤。什么人？死灭关？死灭关里锁着，是那个疯子。家主，万不可打开此关，太危险了。死灭关一直由提魂殿看管，为何会出现在此处？是我向提魂殿请的，他们既然愿意给，就说明提魂殿的心是向着穆家的。昌河呀，昌河，你还真是要么不动手，动手就能让暗河风雨飘摇。老爷子，你就别嘲笑我了。你看我被穆子哲打成了这副惨样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谢繁花死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嗨。是我杀的，谢繁花那家伙本来就是个半死不活的样，谢家那帮人早就盼着他死呢。他不死，年轻的那几个人也不好冒头啊。谢繁花若身体无恙，定是谢家下一任家主的不二人选。你杀了他，算你功劳一件。但慕白，你不该杀呀。什么？慕白也死了？谁杀的？你不知道吗？苏哲谁派去的？完蛋！哲叔这家伙平日里不是最爱偷懒吗？怎么这次这么积极？他杀了慕白，那我再和穆子哲碰见，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啊？穆子哲就是个疯子，如今你杀了他的儿子，不是扒了你的皮，是要扒了整个苏家人的皮。过往100来年，暗河不是没有内斗，但3家鼎立的格局从未改变。这一次，怕是不一样了。老爷子，这真不怪我，这是哲叔自己干的。我让他去杀药王谷的神医，我没让他杀慕白。罢了，剑出不能回鞘。既然如此，索性就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家主雄才伟略，我苏昌河誓死追随。你誓死追随，那苏哲呢？哲叔又怎么了？老爷子怕穆子哲报复，方才已派出了一批人马前去支援苏哲，但是他们发现苏哲并没有和苏沐雨动手，而是选择和苏沐雨还有那个药王谷神医同行，返回了株洲。难不成苏沐雨说动了哲叔？师父，方才不谢回来了。哦，他回来了，任务完成了。
他没有说任务的事，只是留下了这个。他和苏沐雨对战了，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第8刀，他还需要几年时间去游历，等找到答案之后再回来。他疯了！暗河之人入江湖游历，逾10日不归，提魂殿追杀他的手术便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啊！那便是第2件事了。家主来信了。信上说了什么？他们那些废话，我懒得看，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谢不谢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，但只要师父你愿意出山，前往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他们就会向提魂殿求一道手书，赦免不谢的死罪。这个谢霸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喝药了？喂我？你怎么？伤人者喂被伤者一点药，怎么了？没讹上你一辈子，就算不错了。好体贴的小郎君啊！你这么拖着我，不是什么好办法。你的伤迟早会好，而我，迟早会去找大家长，为唐二老爷报仇。好苦的药啊！那便等我伤好那日再说吧。毕竟堂堂玄武使，总要先还债，再报仇吧。哲叔，昨天你们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响了，我都听到了。你真的想当大家长吗？哲叔觉得呢？不行。要是我那个女看上你的话，绝对不行。要是没看上的话，那倒是可以。哲叔说笑了。主朝外面传来消息，谢繁华死了，长河杀的，穆伯也死了，我杀的。慕白不是已经逃走了吗？所以你觉得呢？是长河干的。穆清扬暗地里加入了长河的势力，在他的安排之上杀死了慕白，嫁祸于你。哼，这个卵子，连我都要算计。他一举杀死了2家少主，看似重创2家，实则是将祸水引入苏家。这场暗河之乱，已经从3家争相杀死大家长，夺走绵龙剑，变成了一场乱战。这世间最大的利益，往往从最大的混乱中获得。昌河部的局，已经到了最后。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他并不是在帮苏家主办事，他自己就想得到绵龙剑。可即便握住了绵龙剑，也不是结束。事情从来都没有昌河想象的这么简单。
哦，看来你苏沐雨也有属于你自己的计划。